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？一件事你拼命去做，做完后大家都说你做得好，但某个你真正在乎的人却皱着眉说，你这样做不对。你一瞬间从胜利者变成犯错的人，错愕、不甘，想辩解，但那句话却深深刺入你心底的某个地方，让你静下来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只顾着完成任务，而忘了对的方式？民数记31章13到24节，以色列人刚打赢一场胜战，带回战利品、妇女、小孩和牲畜，但他们却在欢庆中被摩西迎头痛骂。为什么留着米甸的女人？就是这些人以前引诱以色列人犯罪，招来神的审判。参民数记25章。你们怎么能打完仗却留下火种？摩西命令凡与男人同寝过的女子都要处死，只留下未与人亲近的女子，并且对士兵与器物进行洁净7天。从表面看，以色列人打赢仗，按命令行动，但摩西提醒他们，不能只完成外在任务，更要顾到神的圣洁与百姓的未来。Kathy 是一名年轻有为的社工，热血、聪明、行动力强，在社会福利界颇有名气。有一年，他与几个伙伴发起一场名为“青春有你”的青少年关怀活动，要进入偏乡办营队，提供心理辅导、职涯培训。他用尽资源募款、宣传，还找来几位知名讲师，甚至拍摄宣传影片。一时之间，网络声量破表。活动3天2夜，报名人数超过预期。媒体也来采访， Casey 站在舞台上，看着现场超过200位青少年，内心激动又骄傲。我们真的做到不可能的任务。活动结束那晚，他和团队在饭店庆功，他举杯说，这次我们真的改变了一些人的人生。一位叫 Maggie 的资深社工在旁边静静看着，他参与这次活动只是协助带队，并没有太多话语权。饭后 Maggie 私下找 Kathy， 可以聊聊吗？ Kathy 微笑，当然可以啊，怎么啦？Maggie 语气温和却直接，你知道这次活动很成功，但我也看到一些令人担忧的事。Kathy 困惑，哪方面啊？ Maggie， 有几个孩子在小组时间里其实不太敢讲话，因为你们安排的分享方式对创伤经历深的孩子太刺激了。他接着说，还有些志工私下提到，过程中感觉像是在赶流程，不是在陪伴。 Casey 开始不悦，我们人力有限啊，而且这是大型活动，一定会有些疏漏。 Maggie 轻声道，我不是批评，而是想提醒，这次活动好像变成一场成功秀，而不是疗愈旅程。这句话像一记闷雷在 Kathy 心中炸开。他一开始想否认，觉得 Maggie 只是老派，不懂行销，但那夜他回房，看着新闻报道中自己站在舞台上的照片，突然想到，
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做这活动，是为了孩子们，还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做出最厉害的公益行动呢？他回顾整个过程，有太多时候是为了成果牺牲了过程，甚至连志工都疲惫不堪。隔天，他请团队延后庆功，邀大家一起检讨营队回馈，也写了一封公开信，向参加者表达他的反思与歉意。我们不能只做正确的事，还要用正确的心做。以色列人完成了神交付的任务，却因忽略神的圣洁标准被摩西责备。我们今天也会这样，以为完成一件属灵的工作就够了，却可能忽略了我们的动机是否洁净，我们的过程是否对人有爱，我们是否真的照着神的方式，而不是自己的效率。打胜仗不难，难的是战后还守得住初心与敬畏。